Hey， 大家好，我係 Ricky 阿 Saf， 今日好開心咧，可以喺 YouTube 嘅創作者頻道呢邊咧，同大家一齊分享下究竟我成個 channel 嘅成長係點樣啦。咁加上咧，其實點樣同大家做一啲 collaboration 嘅影片嘅。咁今日咧，其實我就預備咗好多嘅 content 同大家一齊講。先講下其實我 channel 係邊個先。咁我 channel 咧其實就係 Ricky 阿 Saf 啦。我2013年嘅時候咧就開始做我嘅 YouTube channel， 主要嘅內容咧以前咧都係幫自己化妝，即係幫自己化一啲男仔妝嘅造型啦，幫自己整頭啦，同大家分享呢啲嘅教學嘅。咁但係久而久之咧，去到2016年開始，因為我自己係個化妝師嘅身份啦，咁所以我就做好多男仔嘅幫佢化妝改造嘅節目同埋一啲嘅環節。2017年開始咧，我就做咗一個節目叫做街頭改造。咁啊，除咗喺香港之外啦，亦都喺亞洲12個地方嗰度咧，喺街上面揾到一啲素人咧，就邀請佢做我嘅主角，然後咧就幫佢化妝啊、着下衫啊、等等各樣嘢，咁就形成咗呢個街頭改造嘅節目㗎啦。咁啊，跟住2020年嘅時候咧，我就正式同Ivy 啦一齊合辦咗一個 KOL 嘅 studio 啦，咁就有一啲課程就講關於建立個人品牌嘅課程。咁所以咧喺2021年嘅時間咧，我就正式加入咗一個教網上面教大家點樣建立個人品牌嘅一啲嘅內容嘅。咁所以喺影片嘅範疇就由造型啦、改造開始咧嚟到建立個人品牌㗎啦。點解我會去建立我自己 YouTube channel 咧？咁我諗第一樣就係我自己本身係一個化妝師，咁啊我成日都好想咧將自己嘅專業啦、自己嘅身份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但係過往因為我諗 around 8年前咧，其實咧唔係嗰陣時未太興 YouTube 呢樣嘢嘅。咁你又唔係識好多 connection 做關於化妝嘅話，咁你攞機會嘅方式係點咧？就係不如試下喺網上面發布啦。咁其實都係因為呢一個少少嘅念頭咧，其實就開始咗我做 YouTube 嘅。咁但係做下嘅時候，我發覺網上面有好多朋友仔好多嘅 comment 俾我啦。大家都覺得對於男士造型呢樣嘢係好有需要，亦都有意義，想揾一個出路去了解多啲。咁所以咧，久而久之咧，我就不斷係咁拍關於呢方面嘅內容。我覺得佢係一個幾有意義嘅嘢嚟嘅，因為原來幫到好多未試過打扮、未試過造型嘅朋友仔，好似打開咗個心，即係俾大家都好似有一個機會嘗試下改變自己嘅外表一樣。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主題，好好嘅 topic 嚟㗎。同其他 creator 合作咧，我覺得咧第一樣一定係可以認識到另外一個 creator 嘅故仔啦，又或者佢一啲心路歷程嘅。因為其實咧，你邀請佢之前咧，你必須要了解下佢啦，係咪啊？即係睇下佢嘅片啊，睇下佢做緊啲乜嘢啊，同你自己夾唔夾啊？甚至其實同每一次同佢哋溝通咧，你都會聽到佢好多好得意嘅故仔㗎。即係嗰啲故仔係可能佢拍片嘅趣事啦，又或者可能係譬如我啱啱同情人褲一齊拍片咁樣，情人褲嘅爛 get 係令到我覺得好佩服嘅，係啦。但係我就會知原來小薯茄日常嘅習慣就係大家都係會不斷用爛 get 去 throw 大家，但係大家可以唔理大家嘅感覺。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好得意啊，因為可能好少係我平時經歷嘅嘢，咁所以認識到另外一個 creator 嘅故仔係幾好嘅。第二樣咧，我覺得好重要就係將我自己嘅內容咧，亦都帶到俾嗰個 creator 嘅觀眾啦。好多時我自己做緊嘅內容咧，都係關於男士造型，咁未必對於可能打機啦，對於中意睇綜藝啦，又或者可能煮嘢食嘅朋友仔咧，其實係認識到我咁，所以呢四都可以將我自己嘅故仔分享到俾佢哋睇下。原來 Ricky 係一個咁樣嘅人嚟嘅喎，咁樣。咁第三樣咧，我覺得一定係 inspiration 啦，因為 inspiration 好多嘅。我可能即係好慣常地都係做男仔化妝嘅嘢，但係如果我要同一個男仔去做collaboration，可能佢係煮嘢食嘅咁樣，佢從來都冇諗過佢自己嘅造型係點嘅。但係原來我幫佢改造或者我幫佢去設計嘅時候咧，原來先發掘到我煮嘢食係好辣好差咯，即係唔好睇，唔係即係我煮嘢食係唔叻咁樣。咁但係我煮嘢食唔叻都可能係一個 topic，對於佢嘅觀眾嚟，亦都俾我發掘到另外一面。咁就所以我覺得呢啲嘅 inspiration 永遠都係撞翻嚟嘅。
我 channel 嘅合作對象咧比較多啦，即係第一類咧就一定係外國嘅 creator 嘅，因為咧我記得前嗰幾年咧，我成日都要飛韓國啦、台灣啦、馬來西亞啦，即係其他地方，咁所以成日都去到嗰啲地方咧，都好想有一個機會咧，好似同到當地嘅 creator 合作。我都想聽下我哋古仔係點樣啦，二來其實係完全唔同嘅領域嚟㗎嘛，但係你又好似覺得都係揾啲嘢玩下，揾啲嘢撞下翻嚟，咁所以我覺得同外國嘅 creator 合作咧，令到我眼界係放得大好多，係啦，咁呢個一種。咁第二咧就係男士啦，因為我主要 channel 就係講關於男仔打扮造型為主㗎嘛，有 creator 男仔嘅 creator， 亦都有好多男仔嘅素人，甚至好多我自己男仔嘅觀眾等等。咁所以男仔係我合作嘅對象嚟嘅。第三樣咧係專業領域，即係有一啲專業技能嘅朋友仔。近年因為我哋搞好多關於建立個人品牌嘅內容啦，我哋其實呢堆內容裏邊咧，其實都好想知道大家對於有專業領域範疇嘅一啲嘅 content 嘅睇法，同一個 influencer 即係可能講一啲關於生活內容嘅嘢咧，其實個分別係啲乜嘢嘅？咁所以近年咧比較多都揾好多有專業領域嘅朋友仔一齊同我玩，同埋傾下偈等等咯。例如好似 Ivy 嘅院長啦，可能係容仔啦，做插畫嘅咁樣，辛德利利啦，咁就係講關於印度文化嘅嘢，都有好多佢哋好特定專長同埋特定嘅專業嘅朋友仔。我覺得成功嘅 collaboration 咧，第一樣一定要配合到我同埋對方頻道內容嘅主題嘅，即係呢個好重要㗎。即係你一定要，因為你會放嗰段片喺佢個 channel 或者係我 channel 度㗎嘛。咁我哋觀眾慣常睇我呢個嘅內容嘅話咧，其實點都好唔好走得太遠，因為走得太遠嘅話，觀眾要去認識另外一個你咧，其實有少少難嘅，係啦。咁所以一定要配合到大家嘅內容先，係啦。第二樣咧，我覺得一定要認識到另外一個你，係啦，即係你要俾觀眾見得到，唔係慣常嘅你咯。係可以嘅話，係啦，例如頭先我所講，我真係唔中意，同埋我唔識煮嘢食，同埋我煮嘢食真係好渣嘅咁樣。但係如果我去到一個煮嘢食嘅頻道嘅話，啲觀眾會覺得好笑咯。我唔明點解，但係我自己都搞唔掂嘅嘢，但係佢哋可能會覺得好睇或者好得意。咁所以認識另外一邊嘅你都係好重要，因為觀眾嗰個共鳴感會大啲。咁第三樣咧，我覺得係一定要有談論度高嘅內容啦，可以做得到嘅話，例如頭先所講，大家話即係覺得我唔識煮嘢食咁樣，但係我真係唔識煮嘢食㗎。然後就我去買個牛油果，我都可以買錯嘅顏色嘅牛油果。咁但係觀眾就會不斷談論啦，就係可能叫我做牛油果 KOL 啦，係啦，然後就會 send 啲圖話俾我聽，原來牛油果生同埋熟個分別係啲乜嘢咧？嗰隻顏色咁樣。咁呢啲都係會令到大家有談論度嘅方法。咁所以呢個我就覺得係一個比較好嘅 collaboration 咯。我覺得要揾呢個品牌嘅合作機會咧，第一樣嘢一定要同自己主題有關先 ，OK？最簡單，譬如你係彈吉他 ，OK？ 做音樂嘅、唱歌嘅，咁其實你揾嘅品牌其實係可以絕對同唱歌或者你彈吉他有關嘅喎，即係可能係吉他啦，可能係樂器嘅公司啦，可能係啲海浪鼓咁樣，即係有同自己主題有關，其實好有幫助，因為觀眾覺得嗰件事係容易啲同佢有關係。第二樣一定有專業領域，我自己係一個好 experience 嘅例子啫，因為我專做化妝為主，咁所以大部分嘅品牌喺 beauty 嘅品牌咧，係我可以俾到嘅意見更多，唔係純粹淨係個品牌俾意見我俾到嘅意見反而更多，令到個品牌嗰個 collaboration 更加融合嘅。咁第三樣一定要係觀眾嘅詢問度高 ，OK？ 即係你一定要睇留言㗎，觀眾一定會同你講我中意睇你關於呢方面嘅內容喎。咁其實你再去揾相應嘅品牌，介紹相應嘅產品咧，係會容易好多㗎。設定你同品牌合作嘅價格咧，我覺得好重要。第一樣
就係你一定要計下你自己嘅 production cost 幾多，OK？ 即係第一你可能要拍片要嘅錢啦，你要做 editing 揾人嘅錢啦，場地要幾多錢啦，工具幾多錢啦等等，你一定有個 production cost 嘅。如果你話我唔知有好多 time cost 都係我自己editing 嗰條片，咁你都計下你自己最低工資咯，好冇？即係你自己值幾多錢啊？你問下你自己個人，100蚊一個鐘，200蚊一個鐘等等，我覺得呢個都係你可以去制定嘅價格。第二樣嘢咧，一定係問 reference 啦，問下身邊嘅朋友仔究竟佢哋收開幾多錢啊？差唔多嗰個工作嗰個內容係啲乜嘢，嗰個錢係幾多，做個參考。第三樣，我覺得呢樣比較少講嘅，咁但係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定要制定咗你哋嘅目標係乜？例如可能喺品牌上面個目標，其實呢段片或者呢個合作想點，又或者你自己同佢合作你想點樣？打個譬如啊，如果個品牌其實主要係想透過你嘅觀眾去賣到佢嗰個 product，OK？咁所以嗰個可以一種目標，賣到幾多咧？有冇指標咧？等等呢個一種。又或者個品牌唔係啊，我純粹淨係有 exposure 得㗎啦，我個 product 咧喺你嗰段片 show up 咗。有幾多萬人睇咁樣就係我個目標啦，唔好理個 sales 係幾多，咁呢個都係一種目標嚟嘅。而同時間，我覺得你都可以制定下，其實你同佢合作嗰個目標係乜？例如呢個品牌咧好好喎，個 brand name，我好想同佢合作完之後，令到我自己身價，又或者咧我自己個地位會高咗，咁你話可能會計我係咪收少錢好咧？我嚟當做宣傳，又或者唔係喎，佢需要好多你嘅投入嘅，好多你嘅專業嘅知識擺落去嘅。而翻轉，可能你純粹淨係其實我講完係真係可以令到個品牌嗰個 product 可以個 value 提高嘅咁樣，咁呢個都係一種目標。咁所以好好記住，一定要 set 一個目標，去諗下究竟你應該要收幾多錢。同品牌合作嘅關係要順利咧，我覺得有啲嘢一定要做嘅。即係如果你唔做嘅話，就唔好合作啦，好重要。第一樣，你一定要認識呢個品牌同埋個產品。有好多朋友仔咧，其實成日都話收到合作之後咧，就有個產品喺度啦，但你唔認識佢，純粹就咁硬 sell 嘅話咧係唔得嘅。一來唔好睇啦，二來咧你都唔知 sell 緊啲乜。咁所以咧，我覺得一定要重點嘅，你要認識呢個產品，認識呢個品牌，聽下嗰個品牌嘅故仔啦，聽下呢個產品究竟點樣用啦，佢有啲乜嘢好處啦，又或者有啲咩唔好處啦，甚至你自己親身試用咧，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關係嚟嘅。你咁樣先至可以將到你想表達嘅內容表達得好聽啲、有心啲、有共鳴啲，我覺得甚至係好睇啲啊！即係所以第一樣一定要做啊，記住。咁第二樣咧，我覺得係你一定要同個品牌有一個目標 ，OK？ 設定咗一個目標，大家傾好咗呢個目標先。頭先都有提過㗎啦，揾到個目標，為咗啲乜嘢拍呢段片？跟住先至好好去拍，我覺得你會容易啲攞到個共識。否則嘅話，有陣時就係我好想咧拍完呢個，好睇嘅，純粹淨係好睇，好多人笑。又或者但係個品牌唔係嘅，我唔係想人笑，我想人明白究竟佢點樣用。咁完全兩個目標啦，係咪？第三樣我覺得一定要做嘅就係同佢對方一路溝通緊嘅內容咧，寫得清楚啲，可能有需要畫 storyboard， 可能有需要了解下究竟個 script 點樣寫，甚至可能係你哋兩個共識係點樣，一定要寫清楚，雙方面共 confirm， 即係唔好淨係你覺得係咁樣拍最好喎 ，OK？ 對方都好理解究竟你點樣拍嘅時候，先至開始嘅話咧，呢樣先至係拍片最重要嘅精髓，一定咁樣會順利。否則嘅話咧，就係你諗住咁樣拍完啦，跟住佢見到，我都唔係呢個目標啊，然後又要改嚟改去，甚至有機會重拍嘅話咧，你會冇心機㗎咋。咁所以傾清楚。當然最後就係錢都要傾清楚啦，係咪先？即係你做嘢嘅時候一定要知道幾時收錢，你講清楚你應該點樣收錢，幾時收錢，同時間你亦都幾時會交片俾佢，可唔可以 on time？ 呢樣嘢先至可以令到你做成個 project 咧係 feel good 嘅，咁你先至會有繼續多啲合作㗎嘛。
我覺得香港 creator 即係對唔住，我都好似真係做咗好多年美妝，都睇住好多人成長，亦都好似睇住好多人會轉變嘅。OK，我諗第一樣就係以往我哋都係以一啲真係有好多人中意化妝，咁就講自己化妝嘅嘢為主。可能講一啲專業嘅技能啦，有一啲嘅化妝師同我一樣啦，都係會用化妝嘅角度、專業嘅方法去表達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一開始比較多嘅嘢，但係近呢幾年我覺得啦，即係特別呢5年度啦，好多都係以日常生活嘅方式去表達美妝，即係可能佢get ready with me 咁樣，即係我臨出門口之前啊，我會化啲咩妝咧咁樣，可能有一種。咁有一啲就可能佢本身就係介紹下10月好用嘅5樣美妝產品咁樣，咁呢啲你都會見得好多，係日常生活嘅內容再加插美妝呢件事居多嘅。但係咧，我唔知係咪因為前嗰幾年咧，大家都覺得可能淨係講美妝有啲悶，咁所以導致到我覺得美妝頻道咧開始會越嚟越少啊，唔係會越嚟越少，係有越嚟越少嘅，即係嗰個傾向，就好少大家都好專講美妝，大家都好講生活或者好以個人魅力做一個出發點，我都真係見到好多，咁所以呢個都係開始轉變咗，就係賣個人咯 ，instead of 純粹淨係賣嗰個嘅主題咯等等，咁建議咧，我自己覺得冇話啱同錯嘅，不過你問我，成日都話有當所有嘅內容都咁一樣嘅時候，你點樣揾翻一個屬於你自己嘅定位咧？呢個係我成日都覺得建立一個頻道好需要嘅嘢。所以如果美妝頻道裏邊要建立定位，未有一個真係我覺得好專嘅女仔嘅化妝嘅內容係好 specific， 淨係講緊一種嘅妝容，然後佢有好深嘅層次嘅變化。除咗可能自己化妝之外，亦都可能好多同大家 collaboration 嘅話咧，我覺得呢啲角色係可以有㗎嚇。髮型我都開始見到多啲啦，但係都係爭啲就係究竟有最 specific 嗰個位喺邊度咧？我覺得呢啲位都係可以去攻入嗰個市場嘅，永遠都係做嗰個界別嘅 number one， 係啦，揾到嘅一定有，加油！我最中意自己嘅 project 咧，我估一定係街頭改造，因為街頭改造咧係一個好新嘅概念嚟㗎。我自己第一樣係對我嚟講係一個挑戰啦，因為以往都係幫自己或者係邀請人我幫佢化妝呢個好簡單，咁但係街頭改造係令到我練咗膽量，即係我要喺旺角啊，或要喺亞洲啲城市嘅一條街嗰度要厚住面皮唔怕食檸檬咁樣邀請人俾我改造啦咁樣，但係可能佢唔知我係邊個㗎喎，你明唔明啊？即係呢個係一個膽量同膽識，但係佢亦都係令到同觀眾拉近距離嘅一個方法啦，令到我覺得係好好記錄咗我咁多個亞洲城市嘅一個紀錄片嚟嘅，係啦，即係原來我去過呢度嘅，去過嗰度玩嘅咁樣，咁呢個係一種亦都係佢引證咗話俾我聽，其實男士造型呢樣嘢其實係好近嘅，大家都可以做，而且係冇任何尷尬嘅地方。而大家都係好 support 嘅，因為見到大家嘅留言，大家非常之支持我，呢個係好衷心咁感謝，而且真係喺我呢8年時間見到個轉變，見到呢個變化。亦都係因為街頭改造呢個原因啦，所以導致到我今年嘅一個好大嘅 project 就係正式開我第一間男士造型嘅實體鋪，將成個改造嘅系列過程啦，俾大家可以嚟到我間鋪頭度 experience 咁樣，好大嘅地方，差唔多近5000尺㗎啦，咁而且係一個好 prime 嘅 location 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 experience。我希望就係透過呢一個咁大嘅地方，透過呢一個嘅體驗，可以俾大家都覺得唔純粹淨係我 online 見得到人哋可以做改造咯，其實你都可以，所以我覺得 YouTube 嘅成長唔純粹淨係我喺 YouTube 嘅世界裏邊，我多咗幾多個 followers， 我多咗幾多個 view， 拍咗幾多段片，翻轉就係我覺得原來呢一個嘅平台係可以令到我個人喺事業上面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啦，好大嘅成長啦，亦都係俾我有多啲空間同埋有好多嘅思維啊，可以
令到我哋做呢個 project 可以更加有意義，因為個意義唔純粹淨係單單為咗我自己，而係真係令到好多男士或者好多想改變自己嘅人都有一個渠道，呢個意義係非常之大，亦都係觀眾俾我咁，所以多謝你哋每一個人，我亦都想話翻俾大家聽，其實大家都可以㗎，因為我嘅專業領域就喺呢度嘛，係咪先？大家都有你哋嘅專業領域㗎嘛，可能你同樣地都可以用你嘅主題、你嘅內容可以改變翻呢個世界，令到個世界更加好。咁係啦，咁所以其實今日講咗好多啦，咁啊其實我一路都好想可以講多啲，其實成個創作嘅過程啦，又或者有啲咩心得，甚至係其實可以令到大家都可以成功。咁所以如果大家想睇更加多嘅話，絕對可以嘅，因為 YouTube 創作者頻道呢度咧應該會有更加多片咧可以同到大家分享點樣做好你哋個 channel。同時間，如果你都有一啲嘅內容好想 from 我可以講到俾大家聽嘅話咧，我自己嘅頻道裏邊 Ricky Asaf 亦都講好多關於個人品牌嘅建立嘅方法嘅，咁亦都可以去到我 channel 嗰度 subscribe 個 YouTube channel 啦，同埋撳埋下邊個鐘仔啦。OK， 好啦，咁我哋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見啦，拜拜。